大家好，这里是才思说。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和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未来都息息相关，那就是生成式 AI，像 ChatGPT、杰米奈这些我们天天在谈论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具体的真金白银的影响我们的工作的？过去一两年，关于 AI 的讨论简直铺天盖地。有人说 AI 是效率神器，是人类的副驾驶，能把我们从重复劳动里解放出来。也有人说 AI 是工作杀手，一场大规模的失业潮马上就要来了。各种说法众说纷纭，但很多时候都停留在一种感觉和猜测的层面，我们普通人很难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就在上个月，也就是2025年8月，两位哈佛大学的研究员赛托塞尼和盖利克辛格发布了一篇名为《生成式 AI 作为偏向之力的技术变革》的初步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可以说是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没有停留在空谈，而是用极其庞大和详实的数据，第一次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 AI 的这第一刀可能真的已经砍下来了。而且它砍向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些低技能重复性的岗位，而是精准地砍向了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白或者初级员工。这篇报告的数据有多硬核呢？他分析的从2015年到2025年整整10年间，覆盖了美国近 28.5 万家公司，超过6200万名员工的真实简历和招聘数据。这可以说是一个上帝视角的观察。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深入的拆解一下这篇报告。我会带大家看数据，看图表，把里面的干货用最直白的方式讲给你听。我们会一起探讨几个直击灵魂的问题。第一，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抢年轻人的饭碗？真实情况有多严重？第二，哪些行业的年轻人受冲击最大？第三，什么样的学历背景反而在这一波冲击中最脆弱？这个结论可能会非常颠覆你的认知。第四，面对这样的趋势，企业和我们个人又该如何应对？相信我，今天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一些全新的思考。好，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宏观的景象。研究人员首先把所有公司里的员工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初级员工，也就是我们说的入门岗位和初级岗位；另一类是资深员工，指的是助理级别以上的更有经验的员工。然后他们画了一张图，也就是报告里的图2。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这张图，这张图非常震撼，可以说是一切问题的开端。图里有3条线，灰色代表总体就业，红色代表初级员工，蓝色代表资深员工。时间跨度是从2015年到2025年。大家看，从2015年到2022年年中，这红蓝2条线基本上是齐头并进，携手上涨的，增长率几乎一样。这说明在那个时期，美国公司的扩张是全面的，既需要有经验的老员工，也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但是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年中，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这个时候开始，蓝色的线，也就是资深员工的就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一路向上，但是红色的线，初级员工的就业先是突然走平，停止了增长，然后在2023年初开始掉头向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2条线在2022年之后，就像张开的剪刀口，迅速分道扬镳，资深员工越来越吃香，而初级员工的岗位却在实实在在的减少。这是整个就业市场的宏观数据，它告诉我们一个巨大的变化确实已经发生了，而且发生的时间点恰好和 ChatGPT 发布生成式 AI 技术大爆发的时间点完美重合。这个现象我相信很多去年今年毕业的同学已经有切身体会了，感觉工作突然就不好找了。我不是指经济导致的不好找，而是指入门级的岗位好像变少了。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因为经济不好或者疫情的后遗症，但这份报告的数据告诉我们，可能没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是经济整体不好，应该是所有岗位都减少。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资深岗位的需求还在涨，尤其是在美国，只有初级岗位在跌。这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结构性的更深刻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不是 AI 呢？这就是这篇报告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要证明这个变化是 AI 干的，光看宏观数据还不够。我们必须得把公司分成2组，
一组是已经开始积极拥抱使用生成式 AI 的公司，我们叫他们 AI 采纳者；另一组是还没怎么用的公司，我们叫他们非采纳者。然后比较一下这两组公司里初级员工的命运是不是不一样。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一家公司是不是 AI 采纳者呢？你总不能一家家去问 CEO 吧？这里研究人员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他们去扒了这28万家公司发布的所有招聘启事，总共超过 2.45 亿份。他们想，如果一家公司真的想把生成式 AI 用到自己的业务里，他肯定得招人吧？他需要招一些懂技术、懂业务，能把 AI 工具整合到公司流程里的人。研究人员把这种角色叫做 AI 整合者。于是他们先用 AI 相关的关键词，比如 ChatGPT、大型语言模型 LLM、提示词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等等，从海量的招聘启事里筛选出了60多万份，然后再用一个大语言模型去逐一甄别，看这份招聘到底是真的要招一个 AI 整合者，还是只是蹭热度。最终他们精准地识别出了大约13万个 AI 整合者的岗位，对应着10599家公司。只要一家公司发布过哪怕一个这样的招聘，研究人员就把它标记为 AI 采纳者。这个方法非常巧妙，因为它捕捉到的是公司动真格的信号，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真的花钱招人了。这说明他们正在积极地将 AI 融入自己的业务。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 AI 采纳者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请看屏幕上的图1，这张图的 A 部分显示了每个月第一次发布 AI 整合者岗位的公司数量。大家看，在2023年之前，每个月大概也就30家公司这么干，不温不火。但是从2023年初开始，这个数字就像坐上了火箭突然飙升，到2023年8月达到了顶峰的456家，之后也一直维持在每月400家左右的高位。图的 B 部分是累计数量，到2025年3月已经有超过1万家公司被识别为 AI 采纳者了。这个时间点再次和我们前面看到的初级岗位下降的时间点精准的对应上了。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把公司分成了两派， AI 采纳者和非采纳者。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对比这两派公司内部初级员工和资深员工的命运到底有什么不同。研究人员在这里用了一个在经济学里非常经典的分析方法，叫做双重差分法。简单来说，就是比较 AI 采纳者和非采纳者在 AI 爆发前后，他们员工数量的变化差异。结果是什么呢？请大家看这张报告里最重要的图之一，图3。这张图的信息量非常大，横轴是时间，从2015年到2025年，纵轴是就业人数的对数变化，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增长率的差异。那条垂直的虚线就是 AI 开始爆发的2023年第一季度。我们先看代表初级员工的红色曲线，在2023年之前，这条线基本是在0附近徘徊，非常平稳。这说明什么？说明在 AI 爆发前， AI 采纳者和非采纳者在招聘初级员工的趋势上是完全一样的，这叫平行趋势，证明这两组公司有可比性。但是大家看，就在2023年第一季度那条虚线之后，红线一下就掉了下去，形成了一个非常陡峭的下降。这说明在 AI 爆发后， AI 采纳者公司里的初级员工数量相对于非采纳者公司出现了急剧的断崖式的下跌。跌了多少呢？数据显示，在短短6个季度之后，这个相对降幅达到了 7.7%。 我们再来看代表资深员工的蓝色曲线，这条线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它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在2023年之后，这个上升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这说明 AI 采纳者这些公司本来就比其他公司更倾向于招聘资深员工，而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他们对资深员工的需求有增无减。这两条线放在一起对比实在是太强烈了，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 AI 的到来并没有影响公司对资深人才的需求，但却显著的负面地冲击了初级岗位的就业。为了让这个结论更可靠，研究人员还用了一个更狠的统计方法，叫3重差分法。这个方法更复杂，但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它甚至控制了每个公司在每个时间点上可能遇到的特殊冲击，把比较的维度缩小到了同一家公司。同一时间点，初级员工相对于资深员工的变化，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图4，这张图展示的就是3重差分法的结果。
在2023年第一季度之前，曲线虽然有轻微下降，但趋势是相对平缓的。但是从2023年第一季度开始，这条曲线的下降斜率突然变得异常陡峭，这再次证明，正是在 AI 技术普及之后，采纳 AI 的公司内部初级员工相对于资深员工的比例出现了急剧的下降，最终的降幅达到了 12%。到这里，证据链已经非常完整了，宏观数据看到了现象，分组对比找到了嫌疑人，严格的统计分析，最终定罪。可以说，这篇报告用数据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生成式 AI 正在成为一种偏向之力的技术变革。它没有普降甘霖，也没有一视同仁地带来失业，而是精准地作用在了企业的人才结构上，减少了对初级员工的需求，同时保留甚至增加了对资深员工的需求。好，既然我们知道了采纳 AI 的公司初级员工变少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人是怎么变少的？是被裁掉了，还是公司干脆不招新人了？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企业行为的理解。研究人员利用他们强大的数据，把公司员工数量的变化拆解成了3个部分：新招聘 Here hires、离职 separations 和内部晋升 promotions。我们来看一下表格2的结果。这个表格的数据揭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制。我们看 Panel A， 这是关于初级员工的招聘，在缺的 POS 这一行招聘的系数是 -3.694， 而且非常显著。这意味着在2023年第一季度之后，采纳 AI 的公司平均每个季度要比不采纳的公司少招3点。7个初级员工，考虑到这些公司在 AI 爆发前，平均每季度也就招 17.45 个初级员工，这相当于招聘量减少了超过 2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离职的系数也是负的，是负 0.788， 这说明采纳 AI 的公司初级员工的离职率反而还下降了。也就是说，公司并没有因为用了 AI 就把现有的初级员工给裁掉。晋升，再看晋升，系数是正的 0.391， 这意味着采纳 AI 的公司反而增加了从初级岗位到资深岗位的内部晋升数量。这3个数字拼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景。采纳 AI 的公司并不是通过裁员来减少初级员工，而是通过大幅度的收缩新人的招聘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他们选择了关上大门，而不是请人出门。对于公司里已有的初级员工，他们不仅没有更危险，反而因为外部新人进不来，获得了更多的晋升机会。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毕业生感觉工作难找，但我们又没看到大规模的裁员潮，因为企业正在悄悄地从入口端调整自己的人才结构。其实这种变化，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能感受到了。就拿我自己来说，以前我做视频需要修改一张图片，我可能会去淘宝上花几十块钱找人帮忙 PS 一下，这背后就是一个真实的初级的需求，养活了很多做设计接单的年轻人。但现在呢，我直接打开电脑，用杰米奈、Nano Blender 或者其他 AI 工具输入一句话，几秒钟图片就改好了，成本几乎为0。你看，一个初级岗位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再比如说写代码，我自己是很不喜欢写那些前端的基础代码的，很繁琐。但现在我直接让 AI 给我生成，质量又高又快。我认识在券商工作的朋友也跟我说，他们现在基本不招实习生了。为什么？因为以前实习生做的那些基础的数据整理，写一些初级的报告和代码，现在直接交给 AI 处理，效率更高，还不用担心出错和人员管理问题。我腾讯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部门直接都不招前端工程师了，因为有 AI 可以生成他们需要的前端代码了。这些微观的例子和这份宏观的报告完美的印证了同一个趋势，企业正在用 AI 替代了过去需要大量新人来做的那些基础性、重复性的脏活累活，然后把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去招聘更资深的员工，或者提拔内部更有经验的员工。这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理性的降本增效的选择，但对于整个社会和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挑战。传统意义上，那个供人拾级而上，从新手村开始打怪升级的职业阶梯，它的最下面几级正在被 AI 腐蚀和抽掉。那么，是不是所有行业的年轻人都受到了同样的冲击呢？不同学历背景的人命运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来看行业。研究人员按行业分析了企业招聘的变化，请看图5。
这张图展示了 AI 采纳者在不同行业相对于非采纳者招聘数量的变化百分比。蓝色点是资深员工，红色点是初级员工。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式是，在所有行业里，蓝色点都在0附近或者0以上，说明资深员工的招聘没受影响，甚至还有增加。而红色点无一例外全都在0以下，说明初级员工的招聘都减少了。而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是哪个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批发和零售业。在这个行业采纳 AI 的公司，其初级员工的招聘量相对于非采纳者暴跌了将近 40%。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行业里大量的初级岗位，比如客服、沟通、文档处理等，恰好是生成式 AI 最擅长替代的领域。此外，信息、金融、保险、专业服务等我们传统认为的白领行业也都出现了 15% 到 20% 的显著下降。这个发现告诉我们， AI 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行业，而是正在广泛的渗透到各个领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更颠覆认知的发现，学历的差异。我们通常会认为学历越高，学校越好，工作应该越稳固吧。但这份报告的数据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研究人员把大学分成了5个等级 ，Tier 1到 Tier 5。Tier 1是哈佛、斯坦福这样的顶级名校， Tier 5是比较差的学校。然后他们分别看来自这5个不同等级学校的初级员工在采纳 AI 的公司里就业下降的幅度有多大。结果请看图6。这张图的横轴是大学的 prestige 及声望，从1最好到5最差，纵轴是就业的下降百分比。大家看到了吗？它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 U 型受冲击最大，就业下降最厉害的不是最差学校的毕业生，也不是最好学校的毕业生，而是处在中间的 Tier 2和 Tier 3的毕业生，也就是那些我们眼中的好学校。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就业岗位相对减少了 8% 以上。Tier E 也就是最顶尖名校的毕业生也受到了影响，但幅度小一些，大概在 5.5% 左右。而最令人意外的是 Tier 5，也就是最差学校的毕业生，他们的就业下降幅度是最小的，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反而是中间层的这些优等生最受伤？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解释。我们可以结合另一张图，图7，也就是这些毕业生的薪水图来看。这张图显示学校越好，毕业生的起薪越高。Tier 1名校生平均年薪86000美元，而 Tier 5的学生只有52000美元。现在我们把两张图结合起来看，逻辑就清晰了。对于企业来说， Tier 1的毕业生虽然贵，但他们可能代表着最高的生产力、创造力和潜力。AI 可以替代一部分基础工作，但替代不了这些顶尖人才的独特价值，所以企业还是愿意花大价钱去雇佣他们。对于 Tier 5的毕业生，他们的优势是便宜。虽然他们的技能可能没那么突出，但他们的薪水也最低，在某些岗位上用他们的成本可能比用 AI 或者让资深员工去做还要划算，所以低成本成了他们的护城河。最尴尬的就是中间层的 Tier 2和 Tier 3的毕业生，他们薪水不低，但他们的工作内容又很可能和 AI 能做的事情高度重合。他们不像 Tier 1那样有不可替代的才华，又不像 Tier 5那样有成本优势，于是他们就成了性价比最低、最容易被 AI 优化掉的一批人。这个 U 型的发现可以说是对我们传统学历崇拜的一次巨大冲击。它告诉我们，在 AI 时代，仅仅拥有一个好学校的光环可能已经不够了，处于中间地带不上不下反而可能是最危险的。好的，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这篇报告的核心内容都拆解完了。它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 AI 正在重塑我们的职场，而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好学生，成了第一批承受冲击的人。但是我想把今天的讨论再往前推一步，我们看到的岗位流失、招聘减少，这些都还只是表象，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更宏大的问题，一个关乎我们整个经济系统未来的制度性问题，那就是分配问题。AI 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生产工具，它能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个关键点， AI 只负责生产，它不负责消费。一个经济体要健康循环，光有生产是不行的，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得有人买得起，愿意买，才能形成生产、消费、再生产的闭环。
而消费的动力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广大劳动者拿到手的工资。这里我们就必须引入一位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的理论。佩蒂斯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健不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分配制度。如果制度是健康的，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会以工资、福利等形式广泛的分配给普通劳动者，大家有钱了就会去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但如果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少数富人，也就是资本所有者，那会发生什么？富人的消费倾向是很低的，一个亿万富翁，就算他再能花钱，他一天也只能吃3顿饭，开一辆车。你给他再多1个亿，他大部分也只会存起来或者用于投资，而不会变成真实的消费。相反，你把这些钱分给1万个普通家庭，他们可能会立刻拿去买车、装修、旅游，教育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力。现在我们把 AI 这个变量放进去，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了。AI 这个工具，它天然是属于资本的购买部署，运营 AI 系统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因此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利润增长，在现有的分配制度下，会不成比例的流向那些拥有 AI、拥有资本的少数人，而那些被 AI 替代的工作岗位被减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会下降，消费能力自然也会萎缩，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AI 让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商品和服务堆积如山，大部分利润被少数人拿走，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广大普通人因为收入减少，没有能力去消费这些商品和服务，最终导致整个经济陷入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困境。AI 本身是没有欲望的，它不会像人一样有那种动物精神，今天想买这个，明天想买那个。人类的消费欲望才是经济的最终引擎。如果这个引擎因为大部分人没钱而熄火了，那么 AI 创造出的那个看似无比高效的生产天堂，最终可能通向的是一个需求枯竭、消费停滞的经济地狱。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冲击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制度挑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发展 AI， 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制度去分配 AI 带来的巨大红利。我们是任由它加剧贫富分化，最终拖垮整个消费经济，还是通过税收改革、社会保障、教育投资等二次分配手段，让发展的成果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共享，从而维持一个健康的生产消费循环？这才是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必须回答的终极问题。AI 的冲击无异于从1980年代开始的发达国家的外包工作潮，美国铁锈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来的。而现在，我们不是外包给人力成本低的国家，而且不是外包低端工作，而是中端工作，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面对这样一个由技术和制度共同塑造的未来，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办？对于即将或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第一，技能上要突围。既然 AI 能做的基础工作越来越不值钱，你就必须去攀登那些 AI 难以触及的高地，只结识那些需要深度思考、复杂问题解决、跨领域整合的硬核能力。另一边是那些与人打交道需要共情、沟通、建立信任的软能力。你要学会和 AI 共，让它成为你的超强副驾驶，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第二，心态上要游牧，不要再幻想一个稳定不变的职业阶梯，未来的职业生涯可能更像是在一片广袤草原上不断迁徙的游牧。你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适应新环境，主动寻找价值洼地，甚至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态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技术在特定制度下的结果却不是中性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好 AI 带来的分配问题，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普遍的社会矛盾。总而言之，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的开端。这篇报告就像是地质学家打下的一根探针，让我们第一次窥见了地壳深处的剧烈运动。而在这地壳之下，是技术和制度的复杂博弈。未来以来只是分布不均，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看清趋势，放弃幻想，在提升自己的同时，也去关注和推动那些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制度建设，可能才是在这个时代真正安身立命的道路。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关于 AI 的效率和分配问题，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思考？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
也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才是说，我们下期再见。